中国被掐住脖子那一刻，比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安静。5月30日，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直接宣判中国彻底违反与美国的贸易协议。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对中国经济体系一次近乎外科手术式的切割。短短一句话，炸裂了整个金融圈。外资在逃，订单在飞，出口在塌。曾经炙手可热的中国制造，此刻像被全世界按下了禁用键。而那份被寄予厚望的美中联合声明，像结了婚前的甜言蜜语，转头就被撕得粉碎。这对他们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川普的发言中毫不掩饰痕迹，他亲口说出许多中国工厂已经关闭，社会甚至出现动荡。这不是戏剧性的夸张，而是现实版的崩塌。你知道说断就断的代价是什么吗？是全球最大一代软件供应商之一新思科技，在5月30日内部通知全面暂停中国业务，停止接单，关闭所有技术支持平台，意味着中国的芯片设计产业正式断氧。根据公开数据 ，Synopsys、Cadence、Mentor Graphics 三大一代厂商占据中国一大市场超过70%的份额。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技术垄断，而现在封锁来了。Synopsys 内部信写得很直接，原则上禁止在中国销售任何产品，自5月29日起生效。一代软件是什么？它是半导体设计的笔和纸，是所有芯片设计企业的生命线。没有一代，中国芯片连个草图都画不出来。失去 Synopsys意味着中国芯片强国梦直接中风。你知道这个决定打击了谁吗？新源股份一代依赖率高达 95%。珠海节理产品广泛应用于 TWS 耳机和智能音响，直接断供后，大客户订单纷纷退场。上海灿芯半导体主要服务客户包括华为、OPPO， 在没有一代工具下只能停摆。这是比制裁华为更彻底的封杀。很多人还记得5月12日，中美刚在日内瓦高调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关税暂停90天。各大媒体奔走相告 ，A 股应声反弹，全球市场短暂狂欢。可谁都没想到，仅过了18天，协议被打回原形。原因：中国失信，中方彻底违反了协议。川普直接用彻底 totally 这个词。美方愤怒不仅仅是谈判失败，而是一次被背叛的愤怒。中国经济阵痛早已积压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失业率突破 6.1%， 外资净流出已连续4个月破1000亿，出口订单在2025年4月同比下降 8.9%。而中国对外声称经济稳定向好，这更像是强装笑颜。川普的判断残酷而准确，中国已经社会动荡，工厂关门，青年无业，中产断供，已经没人敢否认经济危机已经在身边。北京谈判前放狠话，奉陪到底，2天后就投降了。北京一边喊硬话，一边却在后台偷偷破坏协议。而川普这次不是谈崩，而是主动撕约。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已经确认谈判严重受阻。他更直言，我们在等北京重新做人。什么叫重新做人？是你别一边拿着协定，一边偷跑订单，一边在要求延缓关税。一手拖，一手骗，美国这次不再惯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场谈判的底层问题始终没变。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出口补贴政策，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化资源倾斜，对知识产权的系统性忽视，这些核心痛点，川普一次都没忘。而中国只想靠维稳外交搪塞过去。更可怕的是，美国不但在打关税战、科技战，现在连人心战也开打了。你知道川普在 Truth Social 里写的那句"我们对中国采取了
Cold Turkey 策略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一种完全断供、立刻终止的手段，就像突然戒毒一样。而中国的供应链此刻正痛苦地抽搐着、失控着，没人知道下一步会不会猝死。而事实确实已经发生了。继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8.5%， 连续第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，其中对美国出口暴跌 17.2%。从前美国是世界的消费者，如今这个上帝断货了。海关数据指出，截至4月，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出现近18个月来最剧烈的下滑，同比下降了 14.3%。广州港、宁波港、大连港的工人们正在大量被裁撤，他们说哪还有货进来啊？堆场都空了。一个超级现实是，中国制造业正在集体变僵尸，还站着，但已经快没呼吸了。别看北京嘴上硬，什么内部循环、自力更生，但你看看实际操作，就在5月23日，中国商务部悄悄下发通知，要求多地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主动参与美中新一轮技术标准对话，甚至推动外资重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失去了美国，中国的芯片制造、软件设计、金融系统统统要瘫痪。新思科技暂停供货一事，远不只是一个公司退出，而是炸断了整个中国芯片产业的脊梁骨。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 90% 的芯片设计企业仍然依赖美国一代工具，尤其是中高端芯片，几乎100%依赖 Synopsys、Cadence、Mentor 3巨头。现在，新思科技不仅暂停供货，还直接关闭了对中国工程师的技术平台权限，相当于从大脑里拔掉知识线。一大就像是芯片设计的钢笔与纸张，没有他们，你连画都画不了。曾有一家中国芯片设计公司向财新杂志透露，他们一旦无法访问 Synopsys 平台，整个设计链条立刻停摆。因为我们自己搞的软件不是不能用，而是连1%的精度都达不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花了20年搞国产替代，但连门槛都还没摸到。北京曾高喊科技自立，结果呢？新华社自己也承认，国产一代仅占7%的市场份额，且主要集中在低端模拟电路，根本无法替代复杂的数字芯片开发。中国还要继续赌吗？赌美国不会真的封锁，赌川普是说说而已。但看看过去这2周，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超30家企业的对华出口许可证，禁止向华为、中兴发出任何新一轮芯片支持，明确宣布考虑扩大制裁至 AI、量子计算、先进制成材料。更别提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在过去3个月内相继关闭了对中国开发者的 API 接口，而这背后是整个中国 AI 行业都在悄悄离网。你以为他们在搞去风险？不，他们是在用镊子一根一根地拔掉中国经济的神经线，而中国已经痛得快要抽搐。回过头来再看川普说的那句话，当你当好人先生没用的时候，那就只能做狠人。川普不是不知道中国正在经济危机中挣扎，他知道的比谁都清楚。他放出数据也许是夸张的，我们实际上对中国采取了 Cold Turkey 策略，许多工厂关闭，说的婉转一点，甚至出现了社会动荡。但你看看现实，哪里是婉转，简直惨烈。2025年4月，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下滑 22%， 创下自2020疫情以来最大跌幅。中产没了班上，青年找不到工作，工厂没单接，企业没单出，整个中国像是被人从空中拔了电。你以为美国人会收手？不，他们只是刚开始。这场贸易战不是谈判就能解决的，而是中美经济秩序的生死较量。
他们要的不是一个能和他们谈的中国，而是一个必须低头的中国。现在的北京正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选择题，是要政权稳定，还是要产业生存？川普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半导体的末日号角。而这场彻底违反了协议背后，不只是一次外交失败，更是一场对国家真实底层的拷问。在全球经济竞争中，谁更真实，谁更透明，谁更敢承担后果，就更有资格掌控未来。但可惜，中国只会造假数字、画大饼、搞面子工程，却忘了给国家留一条退路。今天不是中国输在贸易桌上，而是输在现实世界的残酷法则里。没有创新，就别指望有人给你好人协议；没有实力，就别幻想别人会放你一马；没有信任，就别奢望合作长久。